哈喽，大家好，全新一期的鹅看新车，我是金宗宇。好久不见，因为疫情的反复呢，各家主机厂的试驾活动暂停了一段时间。那咱们废话不多说，先介绍今天的主角，这辆瑞虎7的 Plus。这辆车呢，目前还没有上市，所以它具体的售价还不得而知。不过呀，不用着急，月底左右它就会正式的上市了。那它呢和瑞虎7的区别，其实主要集中在外观设计以及配置上。那它们两辆车的差异呢，其实可以参考瑞虎8和瑞虎8 Plus 的区别。那具体的外观设计，咱们来简单聊一聊。首先，最明显的区域就是前脸的变化，也是它跟瑞虎7相比，升级更大的一个地方。可以看到，在这个中网的格栅区域，瑞虎7呢，它是采用了一个点状的，类似于钻石形的这么排列的一个设计。那7 Plus 呢，这块做的更简洁一些，一个小的镀铬的这种装饰。那我觉得整体看起来更简洁，但是在豪华感上其实是有些下降的。那另外一个部分呢，就是整个中网的一个装饰块。那我之前在官图上看到的那个设计，其实整块这个区域全部采用的是镀铬。那这辆车今天在我面前，它采用的是一个黑化的一个套件。我其实个人感觉它看起来会更运动一些。然后整个连接处也延伸到了大灯组的下方，那其实整个的协调性也会更强一点。接下来啊，到侧面咱们还是先说升级以及变化。可以看到翼子板区域有一个蓝色的 T 型的一个 logo， 那它也是跟瑞虎7最大的一个差异所在了。在这个大角的区域，可以看到这辆车选择了一个马牌的 EC6 型号的轮胎，是一个原厂胎。那我觉得在这个级别的车型上是一个非常良心的装配了。最后在车尾呢，这辆瑞虎7 Plus 它跟瑞虎7相比，其实变化也不是很大。首先在上方把扰流板换成了一个双层的结构，那另外呢，在两层的夹层部分还有一个蓝色的装饰条，看起来更为复杂、更为高级一些吧。还可以看到有一个高位车身的配置。那另外一个部分，它相较瑞虎7是把车标取消掉了，换成了字母。然后呢，这个整个车尾的尾灯组也是变成了一个贯穿式的设计，整体性更强，而且呢，车身的视觉宽度也会更好一些。聊完了外观，咱们进到车内来跟大家讲讲内饰。首先呢，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中控台区域，双 12.3 英寸的两块大屏，包括了仪表盘以及中控的屏幕。虽然说尺寸说不上是越级吧，但是在目前来讲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水平了。至于说中控这块屏幕，它不管是在流畅性以及这个操作的这个便捷度上，都是还是不错的。另外呢，第二点变化，它整个把空调区域变成了一个贯穿式的设计。中间这块呢是假的，然后两边是真的。这么做的好处是把点火的按键从上方移到下方，整体性更强。但是这个设计其实我们已经在很多车型上都见过了。最后在中控区域把常用的空调按钮放到这个部分，而且包括一些常用的，比如说应急灯啊、音量调节等等，都放在这个区域，非常好的设计，因为使用起来非常方便。而且呢，这块屏幕其实我戴着墨镜来讲，正在一个太阳底下去看这个空调面板，还是比较清晰的，不像很多车型会有比较晃眼的情况。这块设计还是很好的，而且整个中控台是一个拉丝铝的一个材质，高级感塑造的也还是挺强的。我现在呢进到了后排，这辆新的瑞虎7 Plus 虽然说在车型名上是比瑞虎7加了一个 Plus， 但是呢，它在整个车长以及轴距上跟瑞虎7是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的。前排还是我调整好的驾驶姿势，那我后排呢，腿部有2拳的空间，头部呢有1拳的空间，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平吧。另外在配置区域，我当时刚上车的时候看到这块区域，以为是一个独立的空调按键，但其实并不是，它只是一块板子。所以说，后排有出风口，但是没有独立的空调控制。另外在下方呢，还有一个 USB 口的设计，稍微少了一些。如果后排坐2个人的话，同时想充电没有办法了。最后呢，我们在后排的门板上还可以看到一个小的标识，是一个后排的开门预警。那这块呢，在安全性上做的还是不错的，我不会说盲目的开门撞到后方来的自行车。那在发动机的动力参数方面，这台 1.6T 的发动机，它的最大马力197，峰值扭矩290牛米。那它也是呢，与瑞虎7相同配置的车型，整个参数是完全一样的。因为咱们之前也说过了，这辆7 Plus 跟7比呢，只是在外观设计和配置上有一些提升。那简单的来聊一聊我对这辆车的试驾的一些感受。首先还是咱们先从动力开始说，这辆车呢是搭载多种的动力组合，包括有 1.5T 加手动挡、1.5T 加 CVT，以及 1.5T 加 CVT 加轻混的这么一套系统。但是呢，我今天这辆试驾车
是一个顶配车型，它是 1.6T 加7速的湿式双离合这么一套动力储备。如果说呢您需要一个比较急的动力需求的话，它其实还是稍微肉了一点，因为它这种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，那它呢相比干式的话，其实在动力的爆发性上是稍微弱一些。但是呢，湿式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在日后的一些使用上，它的这个可靠性还是更强一些。那另外在变速箱的平顺性上，其实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有一点，它这辆车的这个涡轮迟滞是稍微有一些延后，不过总体感觉还是可以吧。那另外在这个底盘以及这个悬架调教上，那我觉得它的这个方向盘的指向性其实是稍微有一些虚位的，做的不是非常精准。那不过呢，这样一种调教其实对舒适性还是有一些保护。那最后在动力层面，咱们要重点的表扬一下这辆车 NVH 式的胎噪方面的表现。刚才咱们也提到了，这个定价的车型能够给搭配一个马牌的146轮胎，确实非常越级。那这条胎呢，在静音性方面做的真的是非常出色，而且呢，对一些细碎的一些路面上的一些路况处理也是非常好。这条胎真的是给我很好的好感。现在呢，紧凑型 SUV 这个市场的竞争是越来越大。那这辆瑞虎7 Plus 的推出，很好的弥补了奇瑞在这个细分市场中的空缺。至于说它的价格，虽然说没有一个官方指导价，但是呢，我根据瑞虎7拿它当一个基础，以及瑞虎8和瑞虎8 Plus 的差价，做出一个大胆的预测。我觉得这辆车大概的售价应该是在10到15万之间。至于说它的具体售价，要在月底就可以公布了。看我猜的准不准，咱们月底见。